大家好，我是健姐。看看，今天出去理了个发，又差点回到解放前了。在我没留那个稍微长一点的头发之前呢，我是那种的，就是这儿用推子直接推上来，然后耳朵这儿全露的。以前呢，像我这个后边没有这么长的头发，全部都是推子直接给推上去的那种。我觉得那种头发特别的利索，而且特别干净。你们说我今天这个发型到底是利索不利索呀？上次我那个发型是这儿留了这么一撮，然后剩下的全部都是从侧面或者从后面掰过去的。但是我今天感觉理了这个发型以后吧，哎呀，感觉又利索了不少，而且这个发型好像显得我这个脸是不是小了一点？所以说呢，我感觉吧，就是隔一段时间换一个造型师来给你做头发，还真的是特别有必要的。因为每个人的审美观念不一样，他包括就看见你这个人以后，然后他想着自己脑袋里边就出来一个形象，哎，给你剪成什么样的头发好看。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还不错吧，挺适合我的风格。哎，啰里啰嗦又说了这么一气儿，现在我准备开灯做饭。今天中午饭没有吃饱，下午了饿的我又吃了点月饼，然后喝点水先充充饥。顺便呢，我又去超市里边又买了点我最心爱的油面。哎，这两天忙的我都没有时间去吃油面，好久没有吃油面了，先挖上它一大碗。超市里边这个油面吧，这个颜色比较白，像我姨他们拿来那个油面呢，就是要比这个要黑一些。现在我也叫油面搞混了，有的人说呢是我不懂油面，反正我就一天听我姨他们说呢，什么扒皮了还是没扒皮了，这个我老听说。其他的主要咱这边也不是什么油面产地，我只知道我姥姥那边的油面呢，够筋道够好吃。盆里边晚上多点油面吧，多做点，然后用开水给它和起来。反正是这个开水和出来的油面在做的时候比较好做，所以呢现在我也习惯了。这个油面还是有点干，再来点开水。用筷子可以缠到一起，哎，这个水和面的比例就刚刚好。这会儿呢，我们不能下手去和这个面，因为开水太烫手了。等会儿这个晾的差不多了以后，然后我们再用手给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噔噔噔噔，油面的老搭档土豆上场了。哎呀，没有这个土豆呀，做出来这个油面是不好吃的，所以说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必须得有。土豆我们先给它削了皮儿。人们经常说呢，吃的淀粉多了，把这个脑袋都给糊住了。削完皮儿的土豆给它洗一洗，今天放这3个。土豆洗干净了以后呢，我们给它切成条状，然后放到我们这个笼里边。我们给它切成大约1公分厚的这个厚片儿，然后再切成这样的条状，给它平铺到这个笼里边。我们把这个土豆放到笼里边以后呢，给它稍微的整理一下，最好是让它在同一个时间段，然后全部都蒸熟。切好的土豆条放到锅里边，然后开大火，盖上锅盖，上气以后蒸10分钟左右。现在呢，我们用筷子搅好的油面也差不多了，可以开始和了。我们给它和成一块以后，可以这样用拳头给它捶一下。然后在盆里我们反复的多揉上几次。大家在和这个油面的时候呢，就是可以多和上一会儿，让这个面更筋道一些。然后我们在压出来这个饸饹面的时候呢，会特别的筋道。现在这一大盆油面就和好了，让它稍微的醒上一会儿。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给它搓剂子了，揪下来一块面。给它搓成这样圆柱形的，然后我们好往那个容器里边放，因为我不准备用手搓，
用手搓出来的，第一是不太匀称，本身呢，咱也不是做油面的高手，所以说，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还是用机器压吧。机器压出来的，我感觉，粗细也特别均匀，而且长短也特别合适。放到这个里头，就用这个中细的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转动这个把手，给它拧出来。我们可以边拧，然后边就给它选择一个空地，就这样放上就可以了。因为今天做的呢比较多，所以说我怕这个笼放不下，我们可以稍微的整理一下。像这样一剂子，这个油面就压好了。看这个做出来的真的是粗细特别均匀，所以说对新手来说呢，可能这个机器更合适一点。有好多老铁说呢，这个用机器压出来的不如用手工搓出来的好，手工搓出来的是好，但是咱搓出来的不匀溜，做出来也不那么好，所以说，我还是不如用这个吧。同样的做法，我们现在开始拧第二罐油面饸饹。轮呢已经压好了，我们先给它放在一边，然后等一会儿再上锅一蒸。看看土豆吧，这个土豆是不经蒸的那种。哇塞，现在已经烂了。现在的呢，土豆呢也是分好几种。今天我买的这个土豆的颜色就是偏黄一些，发一些黄，因为它这个里边含的这个淀粉量特别的高，所以说在短时间内它就可以蒸熟。蒸好的这个土豆呢，我们先给它放到一个盆里，这个粘性太大了。这个土豆简直买的是太棒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已经弄好了，现在就可以上锅蒸了。一般情况下的这个油面上锅大火蒸个10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油面呢已经上笼里边去蒸去了。现在呢，我们要做的还特别的多。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拌油面里边的其他的材料我先准备一下。首先呢，我们今天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这个，就是我那天刚腌的这一缸子咸菜，看那大蒜片、大姜片子。我先要把里边的这个姜片和蒜片挑出去。今天这个咸菜呢，由于它没有腌过来，所以说。其实我是特别怀疑，今天我放了这个以后做出来这个油面会不会味道和以前那样一样的香。不过我估计应该在我的这个巧手之下给它做出来，也应该差不到哪儿去吧。这个呢，其实味道才刚刚有一点变过来，管它了，今天就用它做吧。先把这个烂椰菜倒到这个土豆里头。那些全部准备好了以后呢，现在我们来切点大葱、大蒜，葱花和蒜末已经全部准备好了。切点这个辣椒段。现在油面大概已经蒸了10多分钟了，接锅。按道理是应该熟了。关了会儿以后呢，让这个油面再晾一下。这么多。放到这里先晾一下，然后再拌，不容易断，而且又筋道。所有的食材全部准备好了以后，我们现在来炝个红麻油，因为有红麻油拌出来的这个是超级好吃的。家里就剩这么多油了，都给它倒了得了。先把这切好的大葱，还有蒜，都给它搁里头。这要是拌个土豆泥，这饭就好吃了。看看，油温上来以后，我们把切好的这个辣椒放进去，要焦喽，就这样。全部弄好了以后，我们再给它里边浇上点香油，然后再少来一点生抽，再来点盐，来一些鸡粉。
现在呢，我们的油面晾的也差不多了，至少要比我们刚端出锅的那会儿温度要低了很多。而且现在的油面呢，已经特别的筋道了。然后呢，我们取点这个油面，用手这样给它撕开了。这会儿还真的别说，真的是挺筋道的。看看，这已经满满一盆了，够了。然后呢，我们现在用筷子给它上下都拌起来。拌的时候一定要多拌一会儿，因为这个土豆它都在下边嘛。土豆最终呢，我们拌好了的时候，基本上都要变成那种土豆泥的那种感觉了。好了，像这样就拌匀了，也拌好了，可以开吃了。好了，今天用自个儿腌的咸菜做的这个凉拌油面，你别说，按照粉丝们跟我说的提的意见，我做出来的这个油面还真的没断，都是我用手一缕一缕的揪开的。我先来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反正前几次做呢，是要比去饭店里边吃到的还要香。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因为这个咸菜嘛，没有完全的就是腌过来，那个味道不是那种酸酸的味道，所以说呢，不太确定好吃不好吃。我先尝一口。看今天这个油面拌起来，哎，是那种灵嗖嗖的感觉，不错。像这个只有在饭店里边，我们可以在菜谱上边点到的这个1道凉拌油面，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边也可以做出来，而且味道真的不比它的差。油面呢，它属于一种粗粮，所以说我们经常食用，对我们的身体是特别好的。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因为油面的含糖量比较低，所以这一类人群食用非常适宜。平时呢，我们天天吃的都是这些白米饭呀、馒头呀、面条呀，偶尔的吃上一顿油面，其实也不错。像我今天做的这个凉拌油面呢，我今天其实是在粉丝们给我提了意见以后，我把那个油面都用手都给它撕开了，然后这样做出来的油面，我的感觉是好像要比以前我热乎乎的直接放到这个盆里边和土豆还有酸菜这些一起拌起来，要比那样口感还要好。因为像这样做出来的这个油面是特别的灵嗖嗖的，一根一根的。人们经常说呢，3人行必有我师也。虽然说我天天要把我做的这些美食发布视频，然后发布到网上大家看，其实里边呢也不缺少有一些人要比我做的更专业或者更好、更地道一些。所以说，希望大家给予合理的建议或者意见。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拜拜。